美人鱼第一次来到人类世界，不明白什么叫羞耻心的她，竟毫无遮拦地走在大街上，面对众人的异样眼光，本能地发出了一声低吼。而她之所以会来到人间，则是因为她跟姐姐走散了。就在1天前，正在海底捕猎的姐妹俩意外闯进渔网，紧接着姐姐就被拉上了渔船。尽管她已经拼命反抗，可最后还是被渔民关进了水箱，随后便被一支武装军队带走，飞向了图尔湾小镇。而这一幕全被人鱼妹妹看到，于是隔天便来到了小镇寻找姐姐。可找了整整1天也没有找到，最终筋疲力尽地倒在了树林里。当他再次醒来，由于太久没有进食，走路已经摇摇晃晃，还差点被路过的汽车撞到。男司机愣了一下，连忙想要上前帮忙，可人鱼压根儿不想理会他，却也没走几步就彻底昏迷了过去。无奈之下，男人只好将人鱼暂时带回自己家休息。当人鱼再次醒来，身上已经多了一件衣服，不过看他的样子，显然还不太习惯。这时，男人说道：“你家住在哪里？我可以送你回去。”可人鱼刚进入人类社会，还并没有学会人类的语言，所以下意识地用人鱼声吟唱了一首，算是回应了对方，却丝毫没有意识到人鱼的歌声对人类有一种天然的诱惑力。男人瞬间沉迷于歌声之中。可就在这时，突然有人敲门，打断了这种美妙的感觉。是男人以为女孩生病了，为他找的医生到了。然而当男人将医生带进来的时候，人鱼却已经消失不见。可他人是走了，但他的身影，他的歌声却留了下来，在男人的脑海中回荡了整整1夜。于是刚起床就跑出家门寻找女孩去了。而此刻的人鱼刚从一艘废弃的渔船上醒来，并遇上一只主动送上门的早餐。美美的饱餐一顿后，再次踏上了寻找姐姐的路途。他随手顺了一件衣服，来到一家杂货店的门前，看着广告牌上的美人鱼，不自觉地停下了脚步。这时杂货店的老板金夫人正巧发现了他，定睛一看，瞬间露出了惊恐的表情。难道金夫人认出了人鱼的身份？这一幕正巧被路过的男人看到，连忙下车冲了过去，却发现女孩已经不见，于是连忙问金夫人女孩的下落。岂料金夫人竟然硬说从来没有见过女孩，说完还匆匆回到了店里，似乎是在刻意隐瞒女孩存在的事实。再结合之前金夫人见到女孩后的惊恐表现，难道人鱼来到人世间会发生什么可怕的事情吗？女孩继续漫无目的地寻找着姐姐，看到一位中年男子正在修车，出于好奇便驻足停下看了一会儿。中年男子不明所以，以为女孩是对他的肌肉感兴趣，便上前搭讪。这时女孩说出了她人生的第1句人类语言 I am green。 这是女孩刚才路过一户人家时在电视上看到的，便不自觉地说了出来，从此蕊心便成为了她的名字。中年男子见蕊心口齿不清，以为她可能智力有缺陷，于是起了邪念，便用极致温柔的语言欺骗蕊心上了他的车，开到无人的野外后，竟然准备对她强暴，却浑然不知面前乃是一条传说中的美人鱼。可下一秒，车窗上突然鲜血喷溅，随后男子便被丢出了窗外。蕊心短暂平复了下心情，再次踏上了寻找姐姐的征程，并无意间来到一处动物救助中心。可他刚走进去，上一秒还乖巧可爱的海豹竟突然变得狂躁起来。刚刚还乖巧可爱的2只海豹突然发狂，仿佛发现了什么恐怖的东西。女饲养员一头雾水，不明白为什么会这样。只有一位小女孩发现了端倪，指着角落里的一位少女大喊：“是她，是她！”果然，小孩子都有灵性，小女孩的判断没错，正是少女的出现才导致了海豹的躁动。因为少女不是人，而是传说中的美人鱼，而且人鱼并不像影视剧中那样温柔妩媚，相反，她是一位真正的海洋霸主，就连鲨鱼也在他们的食谱当中。所以当海豹看到少女的时候，才会出于本能变得躁动不安。同时，小女孩的喊声令一名男人注意到了人鱼少女，正是昨天救过她的那个男人。再次见到魂牵梦绕的女孩，男人连忙冲了过去，见蕊心有些抵触，只好停下靠近的脚步，并柔声细语起来，介绍自己名叫波本。看到蕊心手臂上正在蜕皮，还主动上前查看，他小心翼翼的样子完全超出了对一个陌生人的关心。而就在这时，女饲养员走了过来，她是波本的正牌女友，可她看到波本与蕊心的亲密表现，并没有太过在意，只是跟波本做了一个吻别之后便离开了。而这一幕全部被蕊心尽收眼底，并记在了心里。此刻，整个动物救助中心只剩下了波本和蕊心2个人。眼见蕊心的皮肤越来越干枯，波本连忙跑去医务室为她拿药去了，却并不知道蕊心不是生病，而是因为离开水太久了，而且蕊心脱水症状越发严重，甚至出现了窒息的情况，根本来不及等波本回来，于是艰难地爬向海边跳了进去。与此同时，水里的海豹发现了危险，立即嘶叫起来，并引起了波本的注意，竟在监视器中发现了蕊心，以为对方溺水，便连忙跳进海里，却正好看到了蕊心变身的一幕。
波本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，刚刚还是一位娇俏的少女，遇水后竟变成了一条传说中的人鱼。然而，更令他意想不到的还在后面。当人鱼入水，他的杀戮本能就会自动开启。在他眼里，海洋中的一切活物都是猎物，于是下意识地冲向波本，对他展开了疯狂的撕咬。幸好波本水性还算不错，拼命挣脱了蕊心，迅速游上岸边，拿起一根铁棒，暂时击退了变身后的蕊心，这才险之又险地保住一条命。这时，波本想起了白天杂货店老板金夫人的反应，猜测对方一定知道些什么，于是冒着大雨来到了杂货店。在他的再三逼问下，金夫人终于说出了实情。原来，古往今来，托尔湾一直都是人鱼族的栖息地。可就在几十年前，小镇的渔夫们对他们开始了大规模的屠杀，而领头者正是当年波本家族的族长。至于波本家的祖先为什么要这么做，当年人鱼跟人类到底有什么恩怨，金夫人却是绝口不提，只说让波本回去问他的父亲。可波本一直与父亲的关系不好，所以没有选择回家询问父亲，而是找到了发小托尼。原来当初将人鱼打捞上来的正是波本的发小托尼，只不过几天前托尼对他提及这件事的时候，波本根本不信。可现在不同了，于是二人决定再去一趟那片发现人鱼的海域，希望能够找到一些线索，却怎么也没想到刚到就发现了端倪。